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习近平讲大外宣和中共的真实使命，第二个是王毅面对欧洲的自弹自唱。那这2个主题有关联，但不是因果关系。习近平的初心是什么？中共的政治使命是什么？这个问题构成了中国和其他国家政治关系的全部内容。这也是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甚至导致激烈对抗甚至决裂的根本原因。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号下午就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了第30次集体学习。那么什么叫国际传播能力呢？国际传播能力俗语就是我们讲的大外宣。那么文章内文可以证明这一点，不是我强加给他，是习近平讲话过程当中上下文连贯起来就是大外宣。那么也是我的理解。那么中共搞大外宣核心就是习近平的初心，习近平讲的初心反映的就是中共的政治使命，所以很重要也很关键。我们通过这个可以来分析解读西方国家无法理解的语境和语义。那么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通常内容有几个。第一个，具有很强专业知识范畴的内容，比如说区块链。第二个，当前未来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它也具有专业性。第三个，需要形成高度共识和合力的一些议题。那么这几个方面，大外宣肯定是其中非常关键的部分。那么这次大外宣它具有专业性，也具有紧迫性，当然也很重要，在政治上也很重要。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就是中国经济走下坡路，面临内部的经济危机，或者是讲社会危机。这是第一个，就是中国内部环境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有疫情的原因，也有周期的原因，也有中共治理过程当中的原因。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和西方国家，或者说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全面翻脸，那么陷入外交孤立，这是第二。第三，中共过去20年在全球推进他自己的政治进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无以为继。这是所以呢，大外宣现在就成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在中国官场有一句话叫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这句话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干实事的人不如会吹牛皮的人混得好，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你还不如得到的结果，你还不如把这事情吹得好来的结果更好。所以中国官场有一句话叫干得好不如说得好。那么大外宣其实就反映了中国官场的这个含义。那么不管你仗打赢还是打输，只要我宣称我打赢了就行。你比如说韩战，韩战中共一直在宣称韩战我打赢了。你可以看所有的独裁政权，他在所有的战争的结果都是我打赢了，不管你战场上是输赢，我都打赢了。他需要的是什么？打赢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他的政治成果。所以习近平在会议上说，这怎么说呢？我们就讲新闻。习近平在会议上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加强大外宣，就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那么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我把所有的他说国际传播能力我都改成大外宣，
大家更能容易理解啊。我改掉了，改进大外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力气加强大外宣能力建设，形成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中国改革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就是描述大外宣的核心任务。大外宣的核心任务就是3个。第一个，向全世界编故事，说中国好中共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好，中共好第二个，争夺全球话语权，建立中国的叙述体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营造对中国有利的舆论环境那么下面就是他的原话了习近平原话这么说，他说党的18大以来就中共18大，中共18大以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上台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这是他原话，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理解了吗？我说这个国际传播其实讲的就是大外宣他是说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体制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所以他就讲，所以在这个语境当中，国际传播讲的就是大外宣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是太不要脸的事情。中共是中华文化的敌人，中共上台之后一直在摧毁中华文化这个我就不去具体讲，大家很清楚。从破四旧到文革一直以来，其实从改造城市到改造文字改造词语，改造叙述，中共一直在摧毁中华文化然后他就说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以中共是一个非常实用性它是实用性的政党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大家记住，他是在讲舆论斗争所以西方国家其实对中共的认知还是很欠缺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他在讲大外宣所以其实我今天讲的就是大外宣。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它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现在中国国际上外交孤立的问题，所以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就是大外宣的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华文化现在把它捡起来用了也需要它用了，就拿起来用了，但只是用它的壳子内部就装上了他自己的东西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喜欢用排比句，小学生嘛还是训练喜欢用排比句那么习近平对大外宣提出了13项要求，我们可以对照着13项要求去和我们这个 YouTube 也好 Twitter 上面的这些大外宣对照一下，他们的话语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符合习近平的要求第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这狗屁不通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第二，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
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就是让大家饿死的意思啊。了解它其实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就算把你饿死，都是为了为你谋幸福啊。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啊？所以其实代外宣是围绕着3件事情进行宣传：第一个中共，第二个社会主义，第三个马克思主义，3个主题。但外面包装什么？包装中华文化，包装那个中国故事，包括中国的人、中国的事情，其实包装的内核都是这3样东西。追上去就这3样东西。第三，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多个视角深入研究，为开展大外宣工作提供学理支撑所以他们很投入的。4，要更好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这个所谓的优秀文化其实是中共选择过的他觉得是适合他的理念的东西就拿来用要广泛宣传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个图穷匕见了。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进程，或者是中共的政治进程。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东升西降东升西降，我们要走到中间去，成为主角就这意思。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大家要听我的，其实讲到底就是大家要听我的，同各国人民一道，解决全人类问题，做出重大贡献就是解决全人类的问题。这像什么？这就有点像纳粹的最后的解决方案吧8，要提倡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那么我就不全念了9，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就搞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就是搞关系。其实讲到底就是搞关系。第10，要发挥好高层次专家的作用包括张维为给他们讲课第11，要加强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就是大外宣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台字在讲构建话语体系，讲到底就是搞个报纸，办个电台，安排一个这个自媒体，其实就这个。12，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的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第13，要研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就这样，要提出了13个要求。什么意思？其实讲到底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中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对外宣传系统，利用一切手段，调动一切资源，在所有的范畴采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全世界的民众进行国内的宣传攻势，就类似国内的宣传攻势，达到2个目的。第一个，让全世界民众认为中共好，中共好中国好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争夺全球的话语权，建立中国的叙事架构那么第三个根本目的是什么？根本目的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的政治进程。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中共的政治理念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归根结底讲的是什么？讲说人话，就是中共的独裁体制中共的独裁体制是和
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相对立的、相对抗的啊。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这套体系推广到全世界，形成一个类似于王朝、封建王朝的主干和附庸的这种关系的系统啊，建立这种就是准帝国系统吧啊，这就是这样的东西，这就是中共的使命，这就是中共真实的使命，这就是所谓的把红旗插遍全球的内涵啊。那么在会上，习近平对大外宣做出了部署啊，他有部署，不仅提要求，还就做出部署啊，总共4点。第一，各级党委要把大外宣纳入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啊，有责任啊，这些部署的，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有什么困难跟我提，关键是要把它办成啊，就这意思。第二个，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大外宣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啊。这前一阵子那个谁，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亲自出镜，亲自来讲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故事是什么，就是讲的就是这个，真的就是要给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很好啊。第三，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大外宣培训，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这就是为什么要判那些批评的人啊。刚刚判了这个蜡笔小球啊，蜡笔小球之前讲这个中印冲突当中的这个结果，这个就把人给抓，现在判了8个月，就是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就是氛围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抓人啊。各级党校要把大外宣能力培养作为重要的内容啊，要开课了啊。第四，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提升大外宣理论研究水平啊。高校要开始，党校要开始做理论研究，高校要开始设课程了啊，就这意思啊。总结就是他的部署，就大外宣，第一，政治任务；第二，领导要重视；第三，组织要动员；第四，财政要花钱啊，就是这句。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高估中共的实力，但是绝对不要低估中共的决心啊！中共在大外宣这件事情啊，是下了大决心啊，动了大心思，要干大事情。虽然中共做事很烂，但是架不住持续做，架不住人海战术，架不住花大价钱，所以就是连滚带爬要把它做成。其实过去20年，中共就是这么干的，中共就一直在这么干啊。所以你可以看华为的偷啊，外交部搞关系，国际组织的占领啊，一带一路的项目都这么来，怎么来？就是持续的干，这个人海战术的干，齐抓共管，所有的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干这事情。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没有钱？为什么大家拿不到钱？钱都拿去干这个了中共正在我们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就是中共其实是在向全世界宣战。什么战啊？这是一场宣传战、舆论战、信息战、心理战、心战啊。那么与之对抗的当然不是我们这些单枪匹马的自媒体人啊，我们也要做，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做工作，揭露他们。但是真正的要和他们对抗的是西方的国家、西方的政府，他们要动员起来。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认知。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西方国家我讲的一个开放的体系面对中国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啊。那么举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22号高票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这是美国第一份跨党派共同制定的对华战略方针的重大法案。这个法案很重要，非常重要啊，钱多钱少不说啊，但肯定是很多的钱，里面有很多的钱，数以千亿美元啊，动员多种外交、经济、战略工具抗衡中国。它被认为是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政策一致走向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法案。路透社是这么形容，他说这个法案体现了在深度分裂的国会当中，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强硬路线上罕见一致的情绪。该法案虽然还要在众议院跟参议院审议表决，但是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但是这个法案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强力支持，那么也就是说，在国会通过并且成为法律，应该不意外啊。那么这个法案的是由这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这个孟南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这个 Rich 共同起草啊。那么孟南德斯是这么说啊，他是这么形容这个法案，他说战略竞争法案让我们国家终于可以在权力、政治、外交、经济、创新、军事，甚至文化等每一个维度上去面对中国的挑战。那么他说，战略竞争法案，这不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样或者有意制造，而是中国过去、现在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这个法案，我为什么讲这个法案？这个法案第123条明确提出来一条，什么？联邦政府从2022年，就是明年到2026年这个财政年度，每年要拨款3亿美元，总共是15亿美元，用于反制中国影响力。这就是反制，其实中国影响力就是大外宣。那当然的，这个美国的老百姓当然不懂，所以他反制中国影响力就是抗衡中国的大外宣。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安排一名助理国务卿级别以上的官员指导、协调、审批相关资金的使用。那么接收这个联邦资金的包括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 那么还包括什么？美国国际开发署这已经是什么？我举这个例子啊，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在这个战略竞争法案当中，这已经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大外宣的这个最大限度的认知了但是就算是美国的这个法案里面有这样的认知，和中共的全力以赴的决心来相比，那是相差甚远。那么西方国家其实要抓住2个战略重点，第一个才能把握大外宣对中国的价值和对西方的影响这2个战略重点是什么？第一个，大外宣关系到中国全球战略的进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外宣关系到中共的核心利益什么意思呢？大外宣是中共推动它全球进程的一个核心部分，它不是一个配角，它是一个主角。如果没有这个部分，中共的全球战略就是一滩狗屎，啥都不是。有了这个部分，中共的全球战略进程，它才能够这样的推进的这么顺利。现在为什么遇到障碍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西方国家不合作了，要对抗了，他才推不动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大外宣，中国的全球战略全是狗屎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外宣关系到中共的核心利益。中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中共的核心利益就是政权。那么中共维持政权的核心手段是什么？两个，第一个叫暴力，第二个就是宣传。那么宣传是什么？宣传是中共的命根子。大外宣跟内宣，外宣跟内宣是一脉相承，是个连通器。你要怼了外宣，其实就是怼内宣。所以你进行战略对抗，你不仅仅要在军事上进行对抗，政治上进行对抗，外交上、地缘政治全面的进行。刚才那个起草人说，他就要利用每一个维度进行对抗，但是战略要抓重点。重点是什么？外宣是对抗的重点，外宣是对抗为重点维度。西方国家没看到这个，就没看到一个战略重点。所以宣传是中共的命根子，比飞机弹炮重要啊！这毛泽东说过啊。所以呢，西方国家如果不从战略的高度去了解大外宣对中国的重要性，当然他也就没有采取战略性的应对啊，自然在资源啊手段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呢，西方国家要干什么？要制定战略，用战争手段。对西方来说，只能采取战争手段，才能对抗中国的宣传战、舆论战、信息战、心理战、心战。必须用战争手段，就是动员，然后持续投入，这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啊。那我们再讲讲这个给政治局上课的这个教授，叫复旦大学的教授，叫张维为。张维为现在很红啊，很红。新闻稿里面讲，张维为就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外宣进行了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啊，肯定有人提问啊。那么张维为呢，这2年很红啊，他很多场合习近平让他去啊，他擅长讲中国故事，也擅长这个抓话题、抢话语权。这是他现在的这个位置，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啊，就是有点像这个胡鞍钢的，天天讲我去海里，其实讲的就是张维为现在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张维为我介绍一下，1958年12月23号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是江苏南通啊。那么他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被光明日报评为2016年中国智库10大人物啊。那么他是文革一结束，第一届77年考复旦大学外文系，81年北外读研究生，然后北外读完研究生之后呢，就去外交部做翻译。其实他翻译出身啊。那么先后为李鹏、万里、邓小平担任过翻译。那么1988年被选中去联合国当议员。然后就去联合国当议员，然后又考入日内瓦大学，取得国际关系的硕士、博士学位。然后2014年，他在这个上海奔驰中心进行演讲会，主题是什么？主题是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啊，就讲中国故事了啊。这场演讲被剪辑成为短片，叫《中国信息》啊。2016年，张维为参加了习近平主持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代表这个政治学领域就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构建和新型智库建设发言啊。这是2019年10月1号国庆节啊。那么作为思想理论界的代表啊，参加这个游行采车，
就是那个挥手的那帮人啊。张维为的特点是什么？3个特点。第一，脸皮厚啊，脸皮非常厚。他是学者，他也在海外生活过，那么他很知道中共讲的中共的这坨垃圾，这坨狗屎是什么，他很清楚这是坨狗屎，但是他非常津津有味的把这坨狗屎吃给大家看，这就是张维为，就是脸皮厚，他知道是狗屎，有些人不知道这个狗屎，他知道很清楚，他津津有味的吃给大家看。所以第2个特点就是表演性强，就是把吃屎表演成一个非常快乐、非常有影响力的事情，这是第2个。第3个，很善于编故事啊。我听过他的演讲啊，他有3个特点。第一个叫偷换概念，就是把不同的概念嫁接到一起来，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概念拿走，装进去他说的概念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偷换概念。第2个就是非逻辑对比，就是2个不一样的事情，他来进行对比，一只狗跟一只鸡进行生理对比，就完全不是一个，就是没有逻辑性啊，这是第2个。第3个，最终强词夺理啊，强词夺理就硬摁下去。但是呢，他用什么来弥补这些呢？弥补这个强词夺理就表演性，就用表演性来弥补中间的这些不能自洽的部分。所以张维为特点，所以总之张维为是什么？是我可以想当代的斯文败类啊，斯文败类。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跟白岩松是很像，白岩松跟他是很像，他很清楚他在吃一坨屎，很清楚他在吃这坨屎，但是呢，他在吃的过程当中，他表演出不仅在吃，而且表演给大家看，让大家模仿他，跟他一起吃这坨屎，这就是他跟白岩松共性的地方啊，一样啊，其实是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第2个主题，我就还讲吗？还是让大家互动呢？讲讲吧。王毅啊，王毅呢，5月31号在贵阳见匈牙利外长和对外经济部部长，叫西雅尔。然后呢，这条新闻稿写得很搞笑，为什么特别？其实就是一篇新闻稿。这新闻稿，王毅表示啊，近日波兰、塞尔维亚、爱尔兰、匈牙利外长先后来访。这是今年中方与欧洲国家外长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欧之间的一次战略沟通啊。中国很喜欢把这个事情抬得很高，战略沟通，就这4个国家的外长，这4个国家而且都是小国的外长。他说我们在进行战略沟通，他其实是讲给中国国内听啊，就是中国的外交其实就是一个宣传。对内就是个宣传，显示我很重要，中国很重要，中国很重要，显示什么？显示中共很能干啊，中共很牛逼啊。其实他就是为了宣传这个，就战略沟通啊。然后他说，我同4国外长进行了深入坦诚，达成广泛共识。然后他说了，我们都认为。那后疫情时代要加强对话合作。第2个，我们都认为当前中欧关系出现了一些困难，值得重视，应当冷静反思。然后说，我们都认为中国和欧洲作为多极化进程中2支重要力量，捍卫多边主义啊，看见没有？多边主义出来了吧？一直是双方重要共识。然后王毅强调4国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然后与中国的关系都经历了国际风云的考验，在当前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在贵阳深入沟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方愿意与欧洲继续交流对话，增进信任理解，共同促进我们的合作目标。讲了一番这个话，这个话呢，
这个话很搞，这段稿子其实很搞笑啊，搞笑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王毅开始说软话，看见没有？战狼吗？很不像战狼，战狼变战狗了，这第一个。说软话，为什么？因为整个欧洲都跟中国翻脸，从欧盟以欧盟为代表，然后中欧翻脸，这立陶宛直接退群，立陶宛都直接退群，所以欧洲很多国家为台湾讲话。那么其实欧洲跟中国已经翻脸，那么中国没办法选了4个国家，这4个国家请他们外长来中国访问，跑到去贵阳招待一下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王毅说软话，战狼变战狗，会因为欧洲跟他翻脸，这第一。第二啊，波兰、塞尔维亚、爱尔兰、匈牙利能代表欧洲吗？肯定不能代表欧洲吧？你至少欧盟才能代表欧洲吧？就没有一个在欧洲排得上名的国家啊。这第二个，就把这4个国家作为欧洲的代表来进行对欧谈话、对欧战略对话，这非常搞笑。这个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一个，你既然跟他4个国家有共识，你看他说我们都认为。我们都认为，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如果你跟4个外长都达成共识，那应该怎么做？那应该开记者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对吗？那大家都签字，我们都认同的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既没有开记者会，也没有联合声明，你就说我们都认为。你单方面宣布你跟这4个国家有共识，合理吗？这明显是违反这个外交惯例嘛，对吗？外交不是这么干，在外交层面绝对不是这么干。你在他这个新闻稿写出来，就是骗人啊，就是骗人啊。所以这像什么？这就是自弹自唱，自弹自唱，完全是自弹自唱。就是说，他代表4个国家，对大家，我们都认为，他又不说我们达成共识，他不这么讲，他说我们都认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耍流氓啊！那么，中国目前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啊，王毅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少，所以中国战狼外交，我估计下一阶段就会变成战狗外交。然后变成战猫外交啊，估计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抵制你，你的那些政治进程走不下去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好，明谢魏唐，谢谢 TT， 谢谢这个日本网友，谢谢亲亲，谢谢 SYU， 谢谢林 Takayama， 谢谢 Craft Catfish， 谢谢难得赶上一次直播，请王先生吃冰激凌，感谢王先生的心情与客观，王先生提供的观察者视角和互动性平台是华人之幸，谢谢。情绪，虽然身为台湾人，但因家父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之下，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感受中国文化美的部分。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共产党对文化的破坏，每当想起就让我感到郁闷、愤懑。现在又看着他如此厚颜无耻的模样，我当真是为中国文化被他们玷污感到痛苦无比。每次看到小粉红那种样子，就让我更加难过。中国文化美的部分在他们身上当真是丝毫也见不到，我当真是气得快麻木了。OK， 中共不是中国文化的敌人，中共就是文化的敌人，所有文化的敌人。
那么中共在文化上的破坏和摧毁、摧残，其实和他们的理念是一致的。他们目的是什么？一句话，打烂旧世，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在建立新世界之前，先把旧世界打烂。打烂旧世界干的是什么？有物理上的，有精神上的，有文化上的，就是这个。所以中共一上来就干这个事情。所以你看，把北京城墙拆掉，对吗？全国性的破四旧，破四旧是什么概念？中国在破四旧，那摧毁对文化的摧毁，我觉得人类历史上很少见到破四旧这么大规模的就是说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掘地三尺，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除了还有文化以外，还有传统摧毁到这样的地步，没有人超过中共，在古今中外没有超过中共，所以中共跑出来讲要推广中华文化，这是世界上最厚颜无耻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厚颜无耻的事情情绪很同意王老师说的，中共有看家三大法宝：宣传机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情况在东南亚疫情前，这里有很多华人老师和华人学生假期时参加国务院侨办的交流活动或寻根之旅，国内侨办出钱，在国内大学上文化课、旅游、管吃管住，规格很高，为期2到3周，自己只要掏机票钱就可以。一直不明白政府为什么长期花大价钱做这件事情，现在明白了吧？那可不是白花的钱观点：习近平一系列零和操作，让西方更清楚地认识中共，也必然让双方走向对立的局面。半年前我是挺川的，但这半年拜登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出，川普在政治上的幼稚。民主政治绝不应该用个人意志去支配，川普往往习惯用个人意志凌驾。观点：等武汉肺炎的来源公诸于世之日，全世界就能明白了解习包子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的言论对我这种台湾人而言，既八股又可笑。好，提问：习近平向各国当选的领导人发贺电，有时会用当选连任总统这种奇怪的说法，并没有规律性。给巴西和葡萄牙总统2个任期用这种表述，给长期独裁的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总统贺电却不用这个表述。最近给叙利亚巴沙尔的贺电又用了向叙利亚当选连任总统巴沙尔致贺电这种表述。请问新华社水平差，还是什么别的意思？不是新华社水平差，这是外交部礼宾司的水平太差这个贺电应该是外交部礼宾司起草那么我还是那句话，中共干正事千疮百孔，连滚带爬，他就中共干事情就那水平，那个水平很烂他干事情是非常烂的，他就决心大而已，就是趁着大家没注意，他把这事儿给办了。办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先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提问：60、70年代生人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不比现在90、00后人信息来源开放，同期洗脑教育也差不多。为什么80年代全国大学生能够在现实中一呼百应，现在大学生只能是键盘侠？不一样64之后，大家知道中共在大学里面推行的那种管制，基本上是大学一进校门就割鸡鸡了，你还应什么应？所有进大学之前全部阉割掉，你搞什么搞？没什么搞头了。所以大学生只能是键盘侠，没办法。中共在大学干的事情罄竹难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所以中共要什么什么创新，什么科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想一下，把整个中国最先进、最年轻、最有创造力的人群进行群体性的、系统性的阉割，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他除了当太监，没有别的去路，就这么简单。你看看现在大学里面做的那些动作，你就知道。所以不一样啊。那8964之前的大学生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社会精英，他一定是精英。为什么？录取率，全国平均录取率只有4%啊，那不是精英是什么？一定是社会精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个时代还有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知识分子也有对自己的自诩，所以这个还是存在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要求和这个社会对他的尊重还是存在的。60之前，60之后，那中共系统的当然经过文革，这个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但是毕竟人少啊，毕竟是精英啊。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是提问：中共把中华文化总结成为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很多我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不想回国，也不敢回国，但是还是有很多家里老人在国内。请问王老师，我们是不是要等习下台以后回去才安全？安全，可能我有安全问题，你为什么有安全问题？所以这个我不觉得有安全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华文化是不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我不同意，中国文化绝对不是这个啊，这是污蔑，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污蔑啊。当然，我劝你还是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中华文明，不像中共吹捧的那样，当然也不是，这也不能这样污蔑啊。老人在国内，你可以安排他呀，你可以安排呀，对吗？这个我就不加入了，因为每个家庭有不同的情况啊。我在市区到乡镇所有幼儿园，我这市区到乡镇所有幼儿园搞6·1表演，主题统一为同心向党，快乐成长，真可怕！现在幼儿不是洗脑了，简直是红卫兵排练。情况现在大学所有的课，包括专业课，都要增加党建内容啊，机械专业制图课，上课要画五角星当习题。OK。观点：现在的00后思想之集体，宁愿阉割自己，也要为集体好，却说不出集体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就是集体之一。这就是被教育成只能随波逐流，没有个性，只会走向主流的人罢了。很感慨，这些00后是发自内心阉割自己。观点：这几年来，发现中国的政圈里有文化的都被边缘化。而核心那些挑梁的都是没有文化、莫名自大，因为读书少、底线低。这个在中国美其名曰头脑活络，而自大往往反映在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英语，而中国以外都不行，这就是所谓的爱国，这都是1号首长喜欢的，非常正确。张维为就是这样，张维为就是这种那种理所当，他从内到外散发出来那种理所当然牛逼的这种气质，就是这种我理所当然的我要当老大的这种气质。这种气质来自哪里？来自于习近平来自习近平。提问：王老师好，之前您说过大陆人排队被贴胸，没有社交距离也是共产党造成的，可以再清楚一些吗？这和大陆人没有隐私概念也是同一样的原因嘛？是的，
这叫什么？这就叫教养，这就是教养的问题。中国人经过了中共建政这几代熏陶，变成什么？变成粗野。一个是粗野，粗野的反面，粗野就是没有教养。人跟人之间保持距离，这是起码的教养。你说的是没有隐私，也是教养，不要探求别人的隐私，这也是教养的一部分啊。这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现状3个条件形成的结果。提问：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及执行机构里就没有像王先生这样真正了解中共本质和弱点的人，导致政策及执行出现了偏差甚至错误？为什么没有？有啊，之前川普政府里面就有啊，哎呀，我这嘴边上有啊，有的都有的。他们不是川普政府，其实现在的政府都有这些人，都有了解中国，包括美国智库这些研究机构里面有很多了解中国的这些声音啊，这些人啊，他们也发出一些声音。但是问题是什么？美国的政治，它是个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它需要说选民听得懂的话。我讲的这些话，美国的选民听不懂，那他要中间转一个人说给美国选民听，那么他就需要一些能够制定政策的人，需要能够讲故事讲给这个美国选民听，那这种一定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所以中间一定会有这样的，我们叫信息鸿沟吧，一定会有的。那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见2战期间的那种情况，你就知道美国它有这样的机制啊，我相信是可以，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美国政府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啊，否则他怎么打赢的呢？啊？提问：为什么情况昨天刚推出3胎政策，今天在新浪微博就看到延迟退休的热搜，下面骂声一片，可怜的80、90后薅羊毛薅的一根都不给剩，网友们纷纷吐槽2个政策双重夹击，我们活不到退休那一天。所以呢，其实我就讲中共办事很烂，你后面有一个人在协调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想一下，延迟退休，然后就是先是这个人口数据啊，从人口数据，然后到这个三孩政策，然后你又开始讲这个人退休问题，这3个问题放在一起，你至少你怎么着都把这个中国国内这些韭菜们全给惊了吧？你想想啊，我昨天看到的故事是什么？这个未来的场景很可怕，什么场景？2个独生子女，养着4个长辈，对吗？爸爸妈妈，那这个岳父岳母，4个吧。下面你还让我生3个什么呀？3个孩，养3个娃，再996，然后你现在在讲什么？在延迟退休，你不怕他死得早吗？你说不骂吗？肯定要骂呀！你怎么骂？你让这80后、90后怎么活？怎么活？你说说，再搞个高房价，是吗？薅羊毛，这不是薅羊毛，这叫什么？这叫敲骨吸髓。情况三胎看样子是真翻车了。本人90后，我朋友圈那些小粉红都开始骂了。看来骂香港、骂欧美都容易，真让他们真金白银拿出来生韭菜，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懂了吧？这一下子明白了吧？韭菜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了吧？知道他本人的属性了吧？就是韭菜啊，要割啊。情况群里那些国内的同学
都一直鼓吹内循环，对外交孤立毫不在乎，感觉整个国人都倒退了啊。情况，台湾在马英九时代大力宣传中国的教育多优秀，拼命的贬低台湾大学生，好像在大陆的大学生才是精英一样。那时真的很多优秀的台湾大学生都被骗去大陆了，现在很多人都后悔。反正你就去了就割鸡鸡啊，那你就阉割掉，所以你去它干啥？啊，中国大学生就是一个这样的机构啊。观点：民国时的思想家都在努力让民智开化，因为他们愚昧是诞生独裁的土壤。但除民国外的所有朝代都在愚民。现在墙内大部分的人的愚昧程度绝不输100年前。中国几千年的人伦失礼，人伦礼仪诗书典毁于一旦，把野蛮当大胆，把无知当自信。这样的人民不可能倒逼政府改革，只有等待中共党内诞生出一个类似蒋经国的人物。但这也是这样的等待，但是这样的等待和盼望自己生个比尔盖茨的概率一样虚无缥缈。指望共产党内部，那你还是指望一个骆驼穿过一个针孔吧。我从来不相信共产党内部会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是蒋经国，蒋经国也不算啥，对吧？所以我对这个海外民运海外民运和赵紫阳、胡耀邦的一些这个旧部门在营造一个共同的语境，就是希望共产党内部出现改良派、改革派，然后改变共产党。这是海外民运一部分啊，不是全部啊，一部分海外民运和这个赵紫阳、这个胡耀邦余部构成的一个语境，我只能给他2个字：荒谬啊！指望共产党自己改自己，你疯了吧？所以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啊！中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改革派跟保守派，这一直是海外对中共的不是误读啊，是这个当做一个饭碗来说。中共根本不存在改革派跟这个保守派，中共只有2派，一个是当权派，一个是靠边站派，没有其他，除了这个2派以外，没有其他的。中共不存在改不改良啊，改革派和那个保守派的问题。当权派说了算，其他人都跟着，不跟的滚蛋，都是这样的逻辑。中共没有其他的逻辑。情况坐标国内、国外。今天是我自去年3月份以来第1天回到办公室上班。我们郡目前已经有60%的居民打了疫苗，餐馆室内允许50%的入座率，室外无禁忌。15个月来一直在家上班，突然要回来上班有点不习惯。目前办公室只允许50%的满座率。我与另外一个同事合用一个办公室，每人用1周啊 ，OK， 挺好，这个恭喜你啊！所以我就说，西方国家在疫苗的支持之下，开始进入这个开放的状态了啊。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网上有对打疫苗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啊，有的我记住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包含了2种情况，一种是真的在医学条件下的讨论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大外宣的宣传，大家一定要小心。中共利用这种医学上的不同意见来恐吓海外的华人，告诉他们不要去打疫苗，理解吗？记住，理解这一点。你看到的大部分的内容跟这个方面有关的内容，都是中共的宣传和操控，他们就是要让海外的这些人
不要去打疫苗。大家想一下，海外跟国内的情况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最大的区别就是疫苗本身。你至少海外的疫苗，我并不是帮海外国外的这些厂商做推广宣传啊，至少你知道它是可靠的，它是安全的啊，这是跟中国国内的这些疫苗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国内的疫苗名声狼藉啊，他们有很坏的记录，他们现在也很烂，做的一直就很烂。所以呢，在海外，在美国，在欧洲，在北美，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去打疫苗，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家人，并且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我还是主张做正确的事情啊。提问：在家里，我父亲掌握财政大权，他却不愿意告诉我他是否记录家庭每月的收入和支出，也不愿意让其他家庭成员看账本记录。我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却被指责说我伤害父子感情，说钱伤感情。记录支出和收入是维持家庭幸福的重要任务，所以不愿意轻易放过这件事情。但是父亲这么抗拒，让我无法理解，也不知道怎么应对。请问王先生有没有建议啊？好问题啊，这就是家庭的这个家庭治理的模式啊。家庭治理模式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家庭幸福。那么财政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财权，财政的权利叫财权。那你向父亲提出啊，也就是你去向父亲挑战他的财权。那当然，他说伤害父子感情，是因为你在挑战他的财权，而不仅仅是要看他的这个财政收支。理论上来说啊，他作为家庭的收入来源者，他控制这个收入和支出啊，从权利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错。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向家庭成员公开呢？他应该尽量的让大家知道啊财政状况，但是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机制，怎么去让大家知道？这和你跑的去问他要看这些记录，这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事情。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在挑战他的权利。所以呢，我觉得两点很重要，还是两点很重要。第一点，你要学会和父亲沟通。我们很多时候会要求父母要善于和子女沟通，但是我们现在经常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子女也不善于跟父母沟通，就是你要讲他听得懂的话，你要讲他愿意听接受的话，你要用他的逻辑告诉他他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用你的逻辑，用你的方式讲他听不懂或不愿意听或不想听的话。这就是讲中国故事，你要学会。刚才我念了半天，习近平讲了一套理论，其实那套理论是对的，只是他用错了地方，明白吗？所以先学会和父母沟通，而不仅仅是要讲你想讲的话，还是要讲他能接受的话，这是一切的根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你向别人要求权利的时候，你先要做出贡献，理解吗？权利意味着什么？权利意味着责任。权利的来源是什么？权利的来源是贡献。你有贡献，你才有权利。你没有贡献，哪来的权利呢？如果你不挣钱，你凭什么要去看家里的财政状况，对吗？你凭什么要去管钱？你不挣钱，你挣钱你才去管钱。所以作为子女，你要考虑，就是说你的贡献在哪里，以你的贡献为前提，去考虑你拥有的责任，同时你自然就会获得
相应的权利，好吗？提问：面对排山倒海的中共舆论洗地攻势，该如何降低焦虑？目前台湾的国产疫苗已经被彻底抹黑，高端疫苗股价连续跌停，如任何持有高端疫苗股票的台湾人都被洗成赚黑心钱。我一些偏蓝背景的朋友都一口咬定民进党在炒作疫苗，才不大量购入国外疫苗，搞得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击他们。这太简单了，我觉得台湾人也太幼稚了吧。我提供个解决方案，你们回去跟他们说，国民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全部去打国产疫苗，台湾政府资助他们返回大陆去买机票送他们去打，这是一个。然后民进党和他的支持者等国产疫苗，先不着急在家里待着，两边都不靠的人打现在正在进口的小部分疫苗，就这样解决了，对吗？这有什么？你管他那么多啊？你管那民进党炒股票，你不打他疫苗，他炒股票也没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国民党和他的支持者去打中国大陆中国国产疫苗，对吧？中间的两边都不靠的打外国疫苗，你现在已经有了，外国疫苗也有很多啊。然后就是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等国产疫苗就行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不复杂，很简单啊，好吗？你管他，你不打他的疫苗，他怎么弄都没有意义啊，对不对？好吧，观点，我现在把王老师每期视频下载整理好，做关键词索引，变成百科全书。到了6岁，要诱导孩子看王老师的视频，教他学会批判，让他了解真实的中国。这洗脑不能传背，我建议你还是晚一点，还等他长大一点再给他看为好，好吗？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政治，太小看他还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尽量的到大一点才看啊，好吗？提问：昨天早上11点53分，中国16架军机擅闯马来西亚沙巴领空，马来西亚军方指出中国军机行为可疑，威胁主权。请问王老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没有看到。昨天上午是吗？要看新闻才能说，抱歉啊，我回头看了再回应，好吗？情绪。从王老师200多粉丝的时候开始，一集不落的听到现在，王老师的节目大大的扩大了我的认知范围、独立思考能力，非常感谢王老师。我甚至教会了我68岁的老妈翻墙追随王老师，因为也没办法打赏，觉得非常遗憾。在此只有祝愿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粉丝越来越多，谢谢啊，没关系啊。明线杨俊泽，谢谢 Helen， 谢谢Fendi 陈，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